我国最长的火车是大秦火车，整车长度将近4公里。但是你知道吗？世界上最长的火车长度竟超过7公里，需要8个车头拉着跑。它就是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铁矿火车。这里是知识天梯。这列经过了吉尼斯世界认证的火车，总共有682节车厢，总长度达到了7500多米。为了带动这辆庞然大物，需要8个火车头同时进行工作。可能这样说，大家还没有什么直观的概念。这么说吧，我国客运火车的一般长度大约是500米，一般有20节左右的车厢。这样换算下来，这列世界上最长的火车大概是将15个普通火车拼起来的长度。那么澳大利亚为什么要造这么长的火车呢？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又和普通的火车存在着哪一些区别？必和必拓铁矿火车的长度惊人，要想带动这么长的一列火车，肯定就需要更大的动力。因此，在火车的最前头，也是为它配备了8个火车头，以此来带动这条蜿蜒的大蛇。那么，使用8个火车头之后的火车，它的运行速度是多少呢？跟普通货运火车的速度相比，是快是慢呢？根据数据显示，这列火车的运行速度是27公里每小时，一般的货运火车的运行速度是100公里每小时。相较于普通的货运火车而言，这辆货运火车的速度几乎可以用龟速来进行概括。那么它的运行速度为什么会这么慢呢？不是明明已经动用8个火车头作为牵引了吗？其实，如果只把重点放在8个火车头那里的话，实际上是因果倒置的一种表现。正确的推导过程应该是，正是因为必和必拓铁矿火车的拉货量太大，所以才需要8个火车头带着驱动，而不是因为有了8个火车头，所以速度也应该更快。要知道，这辆火车上可以一次装运货物8.2万吨，并且还有数据记载，目前为止它的最大单次量达到了18万吨。这么大的拉货量，也难怪8个火车头都带不动它，行驶起来就像一条缓慢移动的蟒蛇。世界上最长的火车单次货运量高达8万吨，也难怪8个火车头都带不动它，时速更是只有27公里。它和普通的货运火车相比，又有着什么样的特殊之处？要想将682节车厢都给连起来，并且在行驶的过程中还能够获得最佳的牵引力和制动力，那么就需要对火车头进行分散布置。经过工程师的精心考虑之后，最终选择将3对火车头布置在列车之中，然后将剩下的2个火车头分别布置在列车的车头和车尾的位置。布置结束之后，再采用无线电通讯装置进行重联控制。可以说，经过这样的巧妙设置之后，8个火车头各司其职，仅仅需要1名火车司机就能够操控这辆庞然大物。说到火车的动力，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火车都是由内燃机进行驱动的，这一点和汽车很类似，都是喝油才干活的家伙。只不过由于成本的问题，火车通常使用的是柴油或者是煤油。必和必拓铁矿火车作为世界上最长的火车，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上单机功率最大的内燃机车之一。从2006年之后，使用的都是柴油。8个火车头在大修之前是一款牵引功率为6000马力的干线货运内燃机车，在2006年大修之后，则更换为了功率为6250马力的 GEVO16 型柴油机。相比之下，普通列车或者是地铁列车的牵引功率仅为2000到5000千瓦，跟必和必拓铁矿火车的牵引功率比起来，那真是差上一大截。别看这列长蛇般的火车跑得不快，但却有着一身的蛮劲儿，不然也不能一次性装载8万吨的货物，轻轻松松地送到目的地。澳大利亚为什么要修7000多米长的火车？其实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咱们首先就得来看看这列火车所处的背景。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资源那是非常的丰富，并且必和必拓公司还是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主要的业务就是石油和矿产。从他俩的名字上，你也能看出必和必拓铁矿列车就是为这家公司服务的。
为了减少运货成本以及增加出货量，于是该公司就大力研发能够大量运输铁矿石的火车，最好是一次性就能够运输大量的铁矿石，而且是越多越好，这样就能够减少来回路上的时间了。因此，在这种愿景之下，必和必拓铁矿列车应运而生，并且它还有一个显著的优势，那就是一辆长达600多节的火车，却只需要一个火车司机，连人工费用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不过即使如此，必和必拓公司想要的安稳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这不，前段时间必和必拓旗下的铁路部门有400多名火车司机宣布进行有节制的罢工运动。这些工人们希望能够得到公司更多的关怀和重视，希望提高基本工资和津贴。为了减轻工人罢工所带来的影响，必和必拓公司也表示已经做出安排，并且已经提供了一份良好而全面的报价。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些工人的罢工又会对必和必拓公司的铁矿石生意造成怎样的影响？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